我喂你。啊，我自己来。哎呀，你都伤成这个样子了，怎么可以呢？我喂你。怎么样？好吃。好吃啊？好吃，那我也吃一口。哦，好啊，原来你让我先吃，是为了试试看我做的好不好吃。不理你了。我的娘子，其实啊，你做的菜，我吃在口里，甜在心里。我现在看到你的手受伤了，其实我的心里非常难受。薛郎，宝儿，来，吃口菜。来，多吃点儿。我心中爱的是大哥，可是我却被魏豹给强暴了。我怎么向大哥说出口，告诉大哥我爱的是他的？其实我心里也明白，魏豹心里爱的也是王宝钏，我只是他的一个牺牲品。如今大哥娶了王宝钏，魏豹又不爱我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真的无路可走了。王宝钏，我有今天，全都是拜你所赐。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我恨死你了！好，我在人间斗不过你，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大哥，再见了。平贵现在在寒窑外播种耕地，你们把这儿的土翻一翻，我们就可以种菜了。哇，你这个想法太好了！但是我们曾经尝试过，没有一次成功啊。哎呀，二嫂说过了，是我们的方法不对啊。是啊，二嫂，我之前还在那儿养过什么鸡呀、鸭呀的，都养不活。哎，我养过马，我还养过牛呢，都不行。我养的羊都跑了，还马牛羊呢。哼，如果我们养过的话，干嘛还要出去要钱呢？神经！我曾经听教书先生告诉我，怎么样去耕地种菜，我可以教你们呢。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我们试试看吧。大家听到没有？听到宝钏说了没有？来，咱们动起来，干活！等一等，二嫂，那第一步我们要先怎么做呢？就是啊，哎，你们一边做，我一边告诉你们吧。哎，好了，干活干活！哎，好嘞，来，我去那边。先把土松松，哎，翻一翻啊！阿狗，来，喝水吧。谢谢二嫂。嘿嘿嘿，大哥，哦，你都流汗了，辛苦了，我帮你擦擦。来，喝水，喝水，喝点水吧。哎
张伟，辛苦了辛苦啦！我帮你擦擦汗呐。来，喝水喝水。啊，给我喝的。是。你这是太过分了你！嫂救命！你给我站住！嫂救命！客气，站住！小琪，小琪，你已经昏迷一整天了。啊，小琪，你别起来，你在发高烧，你先躺下休息一下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啊？如果你死了，我会遗憾终生。你有什么好遗憾的？我只不过是那个王宝钏的替代品。你放心，我会负责任的。我只是不知道，你喜不喜欢我。你坦白告诉我，如果你不喜欢我，我另做打算。其实，之前你抢绣球的时候，我就好妒忌他。原来是这样。那你呢？我知道，你心里面一直想的都是王宝钏。我是喜欢王宝钏。可从认识你到现在，你是那么漂亮，那么可爱，那么善良，我确实也喜欢着你。真的吗，我二哥？还叫二哥？我放心，我说过，我会负责任的。薛平贵。你抢了我的王宝钏，我就占有你妹妹，看你将来如何面对我。公主驾到！儿臣叩见父王母后，丽娜叩见大王王后。待战，你可知罪？儿臣不知所犯何罪。本王早已下令，不准你随便外出。你居然敢再偷跑去中原！大王王后，此事不怪公主，都是丽娜怂恿公主去的。丽娜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本后不是叫你看好公主，竟然敢怂恿公主！来人呐！母后，这件事情真的不可以怪丽娜的，是因为女儿坚持要去，丽娜无奈之下才陪同的。而且我们这次去中原，真的是为了打探大唐的虚实。不信，你可以问凌霄啊。好吧，丽娜，你就先站起来吧。谢王后。大王、王后，此次去中原，公主和丽娜确实帮了我不少的忙。这一路之上，他们探进了唐朝军营，也把进攻长安的路线图画给了凌霄。待战了，你知道凌霄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吗？他无外乎就是要维护你、保护你、照顾你。像这么好的夫婿，你要是再不要的话，母后可真的要生气了啊！母后，今天我们是要讨论攻打长安的事情，不是来说儿女私情的。王
王后啊，你就不要生气了，让代朕说。正如凌霄所说，中原无人可以降服红鬃烈马，可见唐朝并无能将，此事不进宫，更待何时？我也觉得凌霄说的有道理。现在，的确是攻打长安最好的机会了。是啊，父王，还不快点下令攻打长安？咱们18年前跟大唐一战，是到了要雪耻的时候了。众位大臣，你们觉得如何呀？大王，这2天凌霄探到了一则消息，说，大王，南诏的密探来报，南诏王蠢蠢欲动，想要兴兵攻打大唐。真的？凌霄，那你的意思是，我们联合南诏一起来攻打大唐？不，大王、王后。据我凌霄所知，那18年前拜我们大梁的大唐勇将刘毅，虽然年过花甲，但却依然骁勇善战。他带的军队所向披靡，我军不宜和他正面对阵。我想，等到南诏出兵攻打大唐，那唐王必派刘毅出征。一旦那刘毅离开了中原，便是我大梁攻打长安的最好机会。凌霄不只是我大梁第一勇士，而且智勇双全。是啊，有这么一个智勇双全的第一勇士当副元帅，女儿来挂帅。父王母后，你们应该不用再担心了吧？咱们不用担心呐。现在什么事情都是凌霄在做，凌霄在策划，凌霄在运筹帷幄。你什么事情都没做，凭你就可以领兵打仗啊？母后，反正不管怎么说，比武是我赢了，就是应该由我来挂帅，不可以反悔。大王、王后，当日比武，凌霄确实输了，应该信守承诺，由公主挂主帅，凌霄愿为副帅，从旁协助。好吧，就先等凌霄的好消息吧。好，我们就等那南诏出兵以后，我们再出兵攻打长安。好，东西准备得很好。娘，你准备这么多东西是要做什么的？哎呀，银川呐，今天是你妹妹宝钏回门的日子，她一会儿回来啊，把这些东西都给她带回去。娘，我看你是白费心思了。银川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这一来，那乞丐窝里堆不了这么多东西；二来呢，王宝钏她是绝对不会回来的。照规矩，新娘出嫁3日必须回门。岳母准备这些东西，就是希望接他们回来。岳母啊，这宝钏不是已经被岳父赶出门了吗？那还准备这些东西干什么？你给我闭嘴！不管怎么说，这礼数最重要。宝钏今天是回门的日子，她怎么能不回来呢？娘，你先回屋歇着吧，等宝钏回来了，我带她去见你。小莲，陪夫人先回屋吧。夫人，我们回房休息吧。宝钏一回来就马上告诉我，我急着要见她。是，娘。哎，娘啊，就是不信我的话，咱们等着看吧，看王宝钏会不会回来。我觉得也是，
根本就没有必要准备这些东西。这是岳母的主意，你不要多嘴。姐夫，我怎么多嘴了？岳父已经说了，不许任何人见三姨妹，也不许把东西给三姨妹。这事儿要是让岳父知道……住嘴！越说越过分了。你怎么这么说魏虎呢？他可是整天在外面辛苦的巡视着，为爹尽忠职守，哪像大姐夫，闲着没事做，只会帮着外人。你，大姐，只不过我曾听魏虎提起过，这次薛平贵能够进彩楼，就是大姐夫他故意放水，让薛平贵可以进去的，不是吗？没错，是我放他进去的。你们能怎么样？大姐夫，你的胆子也太大了，这事要是让岳父知道了，可就麻烦了。魏虎，这件事是我出的主意，如果我爹怪罪下来，就由我一个人承担。大姐，你明知道爹不愿意让薛平贵进去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银川，你也知道，宝钏她一心一意就想让薛平贵进去。可是爹的命令为大。是，爹的命令是为大，可是我认为宝钏的幸福应该由她自己来做主。大姐，好了，银川，难道你忘了魏虎他当初怎么入赘相府的吗？难道爹他当初看中的是魏虎吗？还不是你死哭活求的，非要嫁给魏虎？难道你可以为自己的幸福争取，宝钏就不可以吗？娘子，好了，好了。这件事情，我承认，是我违反了岳父的吩咐。你们犯不着这么争吵。是，娘子，来，哎呀，大姐夫说的对，这事儿已经过去了，所以这事儿呢，我就没有向岳父汇报，完全是看在大姐夫的面子上。哼，再说咱们一家人，何必伤了和气呢？啊？是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我就是反对把东西给王宝钏。银川，你也太任性狠心了，毕竟宝钏是咱们的亲姐妹啊！我不承认。大姐，不如咱们来打个赌吧。打赌？赌什么？赌王宝钏今天会不会回门？今天是回门的日子，但是我跟爹三机长已经断绝父女关系，我是回不了家的。只是，娘会不会等我？会的，娘一定会等我。娘盼望着我回去，我该怎么办？薛老，在想什么呢？有什么话不便跟我说。今天是回门的日子，出嫁的女儿3天后由新婚夫婿陪同回家，家里头会热闹的庆祝，会办酒席宴客，亲友会夸新娘子好福气，嫁了一个好丈夫。你想回去？倒不是回去的问题，我想娘一定会等着我，她没看到我，一定会很担心。所以，你在回去和不回去之间为难。是。我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你太辛苦了，我还是下来走吧。我没事，更何况这么远的路，我怎么能让我的宝儿走路回去呢？我说我要背你，你又不肯。大庭广众，我怎么能让你背呢？所以呢，我只能用这辆推车
来送你回去。雪狼，你对我真好。放心吧，一切有我。我说过，我不会再回相府的。我知道。你在这等着，我去叫门。三姑爷，哎，行了，麻烦通报相国夫人，三小姐回来看她，请她移驾出门。三小姐。三小姐，辛苦你了，麻烦你去帮我通报一声。是，小的这就进去通报。有了。平贵。谢谢。谢什么？为你做这些事情是我薛平贵应该的。哎，我们今天站在这儿，不算是回门。待会儿岳母出来见你，那才叫回门呢。你没有违背你的诺言，没有踏进相府半步。可是，如果爹他老人家又为难你了呢？宝儿，为了你，我什么苦都愿意吃。只不过是挨骂，又不会怎么样呢。平贵。好一对恩爱的乞丐夫妻呀！是够恩爱的。我听家丁来报说，相府的3000监又回府了，还要我娘亲自出来迎接他，所以我们夫妻俩就专程出来看看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二姐，呸！谁是你二姐？别叫得这么好听。王宝钏，你已经被我爹赶出相府了，你没资格叫我。喂，你回来干什么？哦，哼，怎么了？才过2、3天苦日子就挨不住了，想要趁这个机会回相府啊？薛平贵啊，你的狐狸尾巴终于是露出来了。怎么，想到相府来分一杯羹吗？哎，我薛平贵从没有想要得到相府的任何好处。今天是回门的日子，我带宝钏回来，有何不对？当然不对，他又不是相府的人，回什么门呢？二姐，你说话不用这么尖酸，我只是想见一下娘。哦，你是回来见娘的是吧？这见娘怎么还空着手啊？不过没关系，咱们相府也没准备你们回门的礼物，你们呢别在这耗着，赶紧走吧！啊！就是啊，如果你们是想要来这里讨钱的，我们是1文钱都不会施舍给你们的。好，我不会进门去的，我只是想跟娘说几句话。不用了，王宝钏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这王相国只有2个女儿，一个叫王金钏，一个叫王银钏，已经没有你王宝钏的存在了。而且我们相国府禁止闲杂人等在这里逗留，更不准乞丐在这里乞讨。来人呐！在，将他们轰走。这二小姐，王银钏，你这么狠毒的对你妹妹，你不怕有报应吗？薛平贵，你给我住嘴！我娘子说的事儿，就是相府办的事儿。我再告诉你，京畿重地的安危，由我魏虎负责。从今以后，我不会让那帮乞丐在长安城乞讨。如果让我再发现的话，我见一个抓一个，见一双抓一双。咱们走，走吧。宝钏啊，你的心意已经到了，你已经回门了，可是他们不会让你见面的。咱们走吧。
可是我没见到娘，我不甘心。相信我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让你见到娘。走吧。终于把他们赶走了。都给我过来！哦，在，二姑爷，二姑爷，刚才你们都看到什么了？这个是……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！如果你们敢乱说，让夫人知道，王宝钏和薛平贵曾经来过相府外，要小心你们的脑袋。我魏虎说到做到，都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来，梁子。幸好你够机灵，特意在陈堂等着。要是让家丁进去禀报，那娘一定会出来见他们的。哎呦，娘子啊，别生气了，当心自己的身体。幸亏咱们已经把他们给赶走了，希望他们能够识相一点，不要再来相府了。那咱们进去吧。啊。哎呀，天都快黑了，三小姐和三姑爷怎么还不回来呢？是啊，再不回来，这天真的就黑了。到时候爹该回来了，我怕爹他……不会的，我看这2天呢，岳父的情绪有所缓和。只要他们回来给岳父道个歉，我相信一定会重新接纳他们的。好，但愿如此。相爷回府。相爷，爹，岳父，机会到了，机会到了！哦，岳父何事如此高兴？我这2个好女婿，至今尚无表现机会。这次边关来报，南诏起兵造反。老夫明日启奏皇上，力保苏龙卫虎，挂帅出征。岳父，多谢岳父栽培。如果小婿能够挂帅出征，定能竭尽全力报效朝廷，绝不辜负岳父苦心栽培。贤婿啊，不用客气，我对你啊倒是挺有信心。就是那个卫虎，虽然武功不错，但是个性毛躁。我希望你啊，多多的带他，别让他惹事。岳父放心，小婿自当谨记。相爷回来了，女儿回来了吗？哎，这不是你的女儿吗？哎呀，我说的是宝钏。宝钏，你提她干什么？她怎么可能回来呢？爹，是这样的，今天呢是宝钏3回门的日子，我跟娘正在等她呢。那人呢？啊，回来了吗？哼，我早就说过，她早就不要这个家了，你们还等什么等啊？哼！爹，哎呀，相爷，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呢？女儿嫁出去了，做父母的难免牵肠挂肚嘛。如今他眼里只有那个薛平贵，生他养他的父母算得了什么？哼！爹，宝钏自小一向很孝顺的，您不要因为这件事就这样责怪她。好了好了，老夫已经说过了，没有这个女儿，以后不要再提她了。相爷，求求你，让三小姐回来好不好？哼！苏龙，在，你过来，老夫有话跟你说。是。相爷，相爷，小莲，起来吧。谢谢大小姐。也难怪我爹生气。娘，你说这宝钏今天是回门的日子，到现在了还不回来，难道她真的不想要这个家了吗？哎呀，这个宝钏呐，也真是的，这天都快黑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呢？小莲啊，你有没有到大门口去看看呢？看了，
刚刚就去门口看过了，嘉定说小姐没有回来。唉，这孩子变了，变得心那么狠呢，连回门的日子都不回来看看娘啊。夫人，或许三小姐她是不敢回来，她怕相爷怪她。什么不敢呢？唉，亏了我还这么疼她。算了算了，随她去吧。夫人，如果连你也这样说，那从今以后，三小姐恐怕就永远都回不来了。那你说让我该怎么办呢？我本来想今天趁着这个日子让她回来一趟，可到现在都不回来，难道让我这个做娘的去求她不成啊？好了，娘，你也别太着急了，过2天我去看看她。唉，这样也好。金川呐，娘，你先替娘去跑一趟，打探一下宝钏的消息。如果她说愿意回来呢，娘就是拼出了这条老命，也要跟你爹争个道理。如果她要是不肯呢，我就死在她的面前。娘，你就别说这种生气的话了。是啊，夫人，要是三小姐她听到您这样说的话，她一定会很伤心的。她伤心，她要伤心就不会离开我了。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娘半步啊！哎呦，她上次她失踪，哎呦，我就吓得心惊肉跳的。可是夫人，好了，小莲，这2天你如果上街的话，遇到那些人就好好的打探一下，看看宝钏她现在过得怎么样了。这女儿啊，长大了，这嫁了人了，就变了。不会的，夫人。那一天，小莲我去看小姐的时候，她一提起夫人您，就一直哭个不停。她还说，她最想的就是夫人和相爷，还有大小姐跟大姑爷。所以三小姐是爱这个家的。是啊，娘，小莲她说的对，你就别太难过了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应身，谢皇上。启禀皇上，南方传回急报，南诏起兵造反，请皇上定夺。南诏居然集结兵力要造反！启禀皇上，南诏王不思皇上恩泽，时常让他的属民抢劫咱们经商的商人，对我大唐非常不敬。去年贡品尚未进贡我朝时，老臣心想南诏可能有异动之心，果然不错呀。王丞相，依你之见，启奏皇上，朝中的苏龙将军及中侍郎魏虎2个人武艺不凡，统帅带兵绝无问题。老臣力保苏龙、魏虎挂帅，前去讨伐南诏。启奏皇上，老臣有话要说。左丞相，你有什么话想说？前些时候，西凉进贡一匹红鬃烈马，听闻苏将军和魏将军2人曾经摔下马来，老臣怕他们身体尚未复原。启禀皇上，微臣只是一时不慎才会摔下马，肩上这点伤根本算不了什么。再说早已痊愈了。启禀皇上，若让微臣挂帅，微臣定当竭尽所能，请皇上定夺。那左丞相该见何人？臣认为刘将军非常合适。刘将军，好，刘将军身经百战，不管是南诏还是西凉，都该由他平定，才会归顺于大唐。刘毅，上前听风。
臣在。朕现在就封你为平南大将军，立刻率领10万大军前往南诏平定。微臣遵旨。岳父，这左丞相是存心跟您作对啊！如果这次我跟大姐夫带兵去平定南诏，那肯定是易如反掌。可皇上为什么让刘毅去呢？刘毅年事已高，能不能调兵遣将，我都替他担心呢。魏虎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？刘大将军身经百战，当初西凉、南诏啊，就连后来的高句丽也都是由他率军平定的。如今他正值壮年，由他带兵，正是好事啊。那好了好了，你们俩别吵了。皇上宣告刘毅讨伐南诏，我没话说，我气的是你魏虎。哎，岳父，又不是我不肯去，您气我干嘛呀？当时你自己逞强，说你能够降服红鬃烈马，结果自己摔下了马背，还摔得很难看，引得大家议论纷纷的。哼，看清我相父的实力。岳父，这也不能怪我呀，我也没有想到那匹马那么顽劣，那么难降。大言不惭，你还好意思说？岳父，切莫生气。依小婿看来，那匹马不仅性情顽劣，而且有些古怪，想必能降服此马之人，将来定大有作为。如今这红鬃烈马，千万人士骑，全都摔下了马背，谁也不敢碰，就连皇上都下旨，如果谁能降服此马，就将此马送给谁，并封为神威将军。如今小婿只是担心，西凉的人知道咱们朝中无人能降服此马，必定心生异心。我看那个西凉来使凌霄，双目炯炯有神，想必也是一员猛将。猛将？什么猛将？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他应该是西凉唯一挂帅之人。哎，岳父，这怎么可能呢？那西凉怎么会派一个挂帅的人来送贡品呢？这话外之人只是成年吃牛羊肉，长得高壮一点罢了。魏虎，你不要瞧不起凌霄，如果真生了反心，打起仗来，他一定是个难缠的对手。哎，我说大姐夫啊，你怎么老是长人家志气，灭自家威风啊？如果这次皇上让我们2个人去带兵平定南诏，那肯定能把南诏打下来。好了，魏虎，你别净说大话了。派刘毅去也好，只要能尽早的平定南诏，大唐欢庆之际，也就忘了老夫3女儿的事了。要不然我……对呀，岳父。哎呦，现在整个长安城都在讨论3姨妹嫁乞丐的事儿啊！我今天上朝，同僚都问起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。哎呀，岳父大人，若想平息3姨妹的事，小婿倒有一个办法。接回3姨妹和薛平贵。接回他们？大姐夫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吧？那天你没看到3姨妹是怎么顶撞岳父的？再说了，岳父，这3姨妹也实在是太过分了。是啊，那天宝钏把老夫气得到如今，这心里头还隐隐作痛呢。就是啊。3姨妹的确是忤逆了岳父，可是岳父想一想，外面的人知道吗？他们会怎么认为？他们一定会想是岳父您嫌贫爱富，这样传出去，岂不是岳父您很没面子？我不同意。岳父，那薛平贵可是目中无人呐，是他教唆3姨妹跟您反目成仇啊。如果您现在把他们接回来，那岂不是落人笑柄了吗？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老夫要仔细的、好好的想想。看来岳父有些动心了。我一定要加把劲儿。苏龙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吗？我绝不会让薛平贵和王宝钏进相府一步。薛郎，啊，喝点水吧。哦。
事。哎呀，你受伤了。好多了，谢谢你。来，吃饭。这几天辛苦了。没你们辛苦。这几天早上大伙儿一起干活，到了午后呢，大哥又赶进城里面去乞讨，而你又洗衣服做饭的，你们才辛苦。我没事。我想做一些刺绣，让小青拿到城里去卖。不用那么麻烦，我们不是已经耕田了吗？那也要一段时间才有收成啊。对了，你不是说要接小七回来一起住的吗？哎，你干什么呀？啊！去跟卫报说，我要见他，他要不出来我就打进去。马上去找，马上去找。还有，叫薛琪出来见我。阿南。怎么？你不认识我了？你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？跟我来。恭喜你，听说你已经成亲了。对，我跟宝钏成亲了，所以，你是来向我炫耀，让我羡慕，让我妒忌，是不是？当然不是了。其实我曾经来找过你，我一直都在找你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。我恭喜你，你跟王宝钏成亲了。不过，可惜呀，我听说你被相国府赶出来了，是不是？没错。我也听说王宝钏因为你舍弃了王三小姐的头衔，她想当个乞丐婆，是不是？妹妹，大哥不是乞丐。就算大哥是个乞丐，那又怎样？个人有个人的。好了，不说那些没有用的事了。如果你是想要我祝福你，我现在就祝福你。不过我也希望你祝福我。祝福你？祝福你什么？你应该称呼我一声魏夫人。魏夫人？是。你跟魏豹成亲了？你什么时候？就在你跟王宝钏成亲的那天晚上。你疯了！薛平贵，只许你娶妻，就不许我嫁人了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？你没有资格管我。我为什么没有资格？我是你大哥。大哥？什么大哥呀？抛弃我的大哥，对我不闻不问的大哥，对我置身不理的大哥吗？你误会了，事实不是你所想的。我爹在临终前让你照顾我，可是你对我做了什么？照顾我的是魏二哥，疼我的也是魏二哥。我明白了，你嫁给魏豹，是因为赌大哥的气，对吗？不，我不是为了赌气才嫁给他的。我希望你以后对他不要再有偏见。如果是这个样子，我们从今以后井水不犯河水，老死不相往来。小琪，咱们是兄妹啊！薛平贵，
你是我爹捡回来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？原来你早就知道了。是爹临终的时候告诉我的。既然爹临终前告诉你我们不是兄妹，你答应了要照顾我，你也知道我喜欢你，可是你却抛弃了我。我没有抛弃你，你要明白，我们是兄妹，我是你大哥小琪。不是因为你爱的是王宝钏，我告诉你，我这辈子都会恨他。我不希望再听到你说王宝钏这3个字。薛平贵，如果你以后不能跟我的丈夫魏豹成为好朋友，那我们永远都不要来往了。你过你的日子，我也会好好的过着我魏夫人的生活。小琪，大哥，你好狠！为了王宝钏，害我被魏豹强暴了。一个女孩子的清白被玷污，我怎么回头啊？王宝钏，我会加倍讨回来的。看来小琪暂时是不会原谅你的。哇！哎，怎么样？那个陈员外还真是慷慨啊！他的寿宴不仅让咱们哥几个吃得饱饱的，还打包了这么多东西。这下二哥、二嫂还有小青他们都有的吃了。是，你看我要了这么多呢，这么慷慨的好人真是少啊！可是，我觉得刚刚吃的那个寿桃啊，味道酸酸的。哎，大哥，做咱们这行吃的本来就是人家的残羹剩饭，有点酸味儿很正常。再说了，人家摆寿宴总不能请咱们过去大吃大喝一顿吧？说的没错啊，咱们乞丐穿成这个样子，人家不会让咱们去参加人家寿宴的。好吧，我们把东西拿过去，给平贵、小青和弟媳妇吃啊。走，来，老大，哎呀，走，大哥好啊！大哥，不行，大哥，怎么了，大哥？我肚子好痛啊！大哥，你该不会是吃坏肚子了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我们走。慢点，大哥。大哥，不行，大哥，这不行，撑不住了。哎，大哥，那个地方可以方便一下。快去吧。不行了。喂，纸啊！哦，我没有啊。哎，你们还有没有纸？没有啊。哎，大哥，没纸了，去找一下呀！废什么话？去。哦。哎，大哥，有纸了！老大。让开！黄榜呢？哎，好，舒服多了啊，好臭啊！你们几个，有没有看到黄榜？黄榜？黄榜？大哥，什么是黄榜？我哪知道啊？哦，季务军爷，刚刚掉地上那张黄纸，是不是就是你们要找的黄榜？对啊。那个呀。我当做草纸给我大哥擦屁股了。对，就在那儿，刚擦完。对，好大胆子，竟敢拿黄榜当草纸！啊，抓起来！你们抓我大哥干什么？我不知道啊！抓我干什么呀？擦个屁股怎么样？抓人呢？我哪知道是什么黄榜啊！救命啊！走，快走！大哥，找人真不知道啊！不好了！老大和张贵被抓走了。对啊。喂，放我们出去啊！你们抓错人了，不是我干的。喂！没人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不过就是擦个屁股嘛。
有那么严重吗？都是你啊！你死张伟，是黄榜你也敢撕？大哥，我发誓真的不是我撕的，我不过看见一张纸飘了下来，我就捡过去给你擦屁股了。再说你现在怪我也没用啊，咱们已经被关在这个破烂地方了。哎，大哥，刚才我听那两个官爷说，想让咱们去降服那个叫什么马来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哪知道啊！哎，不过我刚听他们说，那马很凶的，好多人骑上去被摔下来，给马踢死了啊！所以我宁愿被关在牢里，也不要骑什么马。大哥，我这从小到大还是头一次被关在这里，我现在可害怕了。我也没经验呢，我也怕呀。没事。参见将军，参见将军。听说有人撕了皇榜不去降马，你带本将军看看，到底谁这么大胆子？是。哎，将军，将军，哎，将军是我干的，我们是被冤枉的，抓错人了，我们是被冤枉的。这么巧啊？是你们这两个臭要饭的？是我们。你们两个胆大包天，竟敢揭皇榜！不是将军，真不是我们干的，误会。哎，不信呢，你可以去问那个守皇榜的差爷呀，他真的是自己掉下来的，我们真的没撕啊。是，真没撕啊，只不过是碰巧了，有一阵风吹过，我们把皇榜捡起来了。皇榜上可是写的清清楚楚，是要降马的。你们竟然撕了皇榜又不降马，那你们只能等着受死了。这不行啊！不是将军，你看我们这样，别说降马了，骑马都不会啊，被马骑还差不多。是啊，将军，你就大发慈悲放了我们吧。程副将在，去汇报知府大人，就说这两个乞丐故意撕了皇榜，藐视朝廷，已是死罪。他们还把皇榜做草纸，那更是罪加一等。你告诉知府大人，判他们一个斩立决。啊！是。你这么大个子，撑着点，撑着点，撑着点。将军，我听说那么多人去降服那匹烈马，这没降服也没判死罪啊。就是啊。看榜之人，到教场去报名，降服不了，当然不是死罪，但你们可是揭了皇榜，揭了皇榜，就是死路一条。将军啊，真不是我们揭的，求你去问那个守皇榜的差爷吧，真的是他自己掉下来的，不是我们撕的，不是我们撕的。是啊，我不管是你们撕了也好，掉下来也好，反正我早就想除掉你们这帮乞丐了。你们呢，就等着受死吧。哇，你心肠太恶毒了，太黑了吧你！啊，擦了个屁股就判我死刑，我不服！将军，你先别走。将军，我还有7、8个兄弟，帮里还有20几个人，都要吃饭的呀！闭嘴！你们一个哄我，一个骗我，本将军是不会相信你们，我也不会饶了你们。哼，那将军，那你要怎么样才能饶过我们呢？将军，借不说谎。将军如果要害薛平贵，可以让他们2个人回去一个，告诉薛平贵，就说要想保住他们的性命，除非让薛平贵带他们来驯服红鬃烈马。这个主意不错，就让那薛平贵活活的被马给摔死、踢死，就算不死也残废。那好，我可以放你们回去。啊！哇，可以出去了，可以出去了，老大。如果是一个人，啊，就一个，就你吧，傻大个，回去告诉薛平贵，让他来驯服红鬃烈马。如果他不来的话，那你们只有一条路，死路。大哥，还是你回去吧。我年纪大了，我要死啊，那是我的命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回去告诉平贵，千万不要过来。
蹄子一定设了陷阱，在等平贵呢。记住啊，让他千万不要来，知道吗？你们商量好了吗？来人呐，在，把他给我抓出来。是。出来，快出来！你保重啊，大哥。走，保重啊。沙大哥，回去告诉薛平贵，叫他明天上午来教场找我。如果他不来的话，那你们就等着在城门外给你们的老大收尸吧。大哥，快走！大哥，让他千万不要来啊！大哥，真走！我没事的，叫他千万不要过来，知道吗？我死无所谓，快点，快走！你等我！叫他千万不要来，我救你！死了无所谓的，叫他不要来，知道吗？绞死他！那这样贵哥你去不是很危险？啊！可是贵哥不去，我大哥一定死。一个是大哥，一个是二哥，我到底要帮哪一个哥啊？二哥，大哥说不让你去驯马，他说宁愿自己被绞死，也不想让你冒这个险，因为那帮人肯定会害你的。哎，怎么办？二哥，我也不好要求你去做什么。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，我决定了，明天我就去教场，会一会这个魏虎。要是我不去的话，岂不是丢了大哥一条性命？我现在想去看看大哥，顺便给他送一件衣服。啊？你也要去看大哥啊？可是，大哥只被关了1个晚上，你送什么衣服啊？因为大哥从来没有坐过牢，我担心他会吓得尿裤子啊！大人，你们终于来了，我正等着你们呢。我们能进去看看吗？行，当然可以。去，带他们进去。是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大哥，平贵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出来！喂，小七，别拉了，怎么拉我也出不去的。大哥没事，大哥没事啊，你再不放手我就有事了。大哥没事，大哥没事。你还敢说没事？张辉都告诉我了，如果贵哥不去降服红鬃烈马的话，他们就要把你的人头砍掉，挂在长安城墙上。正所谓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他们正愁着没办法对付平贵，所以这次大哥被抓，也把平贵所累了。哎，没规矩没礼貌，什么受你所累？真的连累我的是，来张伟，你过来！啊！我要真被吊死在长安城墙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回来找你，你等着你。啊，大哥，你别凶神恶煞这样吓唬我，我本来胆子就小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对啊，大哥，你就别怪他了，他也是无心的。哎呦！人长这么高，胆子还这么小，我真快被你气死了！什么东西不好拿给大哥，去撕什么皇榜嘛！我也不是故意的呀，我又不识字，我看一张纸就捡起来给大哥擦屁股了。哎呀，算了。哎呀，反正啊，他们现在是一口咬定是我们撕了皇榜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哎，平贵啊，你可千万别去训那马，那马很凶的。大哥，我从小习武，对马呢也十分熟悉，你不用担心。哎，什么不用担心呢？我刚刚听他们说，那马可厉害了，去骑那马的有上万人，当场摔死的就100-200啊！啊？什么？有100-200人呢？都别答应啊！好可怕，会摔死人啊！那贵哥你不要去好了。哎，是啊，不管我这次成功与否，起码都可以把大哥救出来，我必须要牺牲。好胆色，好气魄。薛平贵，你真打算去驯马吗？没错，就让我去试一试那匹红鬃烈马吧。好，这件事情我会禀告魏大将军。明早只要你去了教场，我们立马放了葛大。请记住你们的承诺。好，我等着你。你们好好话别吧。哎，平贵，
你别去呀你！大哥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有事。更何况我们拜过把子，就是一家人。我不救你，谁救你？好兄弟。薛平贵要降马，老弟，这是大哥想的一个计策。是啊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哼，这红鬃烈马如此之烈，我就不信这薛平贵能够把他降服。哼，只要薛平贵摔下红鬃烈马，我就以乱揭皇榜的罪名处置。当然，最好是薛平贵能被红鬃烈马摔死、踩死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照你们这么说，那薛平贵反正都得一死。到时候王宝钏没了夫婿，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脸爬回相府。大哥，我倒真有点担心，如果薛平贵真降服了红鬃烈马呢？这大哥倒是没想过。他要是真降服了红鬃烈马，我倒是有个办法。我们可以兵分两路，就算他降服了红鬃烈马，我也要他身首异处。啊，对了，大哥大嫂，有件事情我要跟你们说。说。我已经决定了，要娶小琪为妻。你要娶薛琪为妻？你说的是真的？是的，我已经决定了。我反对。老弟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这薛琪是薛平贵的妹妹，而薛平贵是我们两个人的仇人，你为什么要娶一个仇人的妹妹为妻呢？魏虎，你先别这么急躁，先听听豹弟是怎么说的。豹弟，我想你应该不是随随便便就想娶薛琪为妻吧？薛平贵去宝钏那天，我不小心喝多了。是你对不起我，是你对不起我！干嘛？放开我！豹弟，我想你应该不是只为这个原因就想娶薛琪的吧？大嫂，薛琪确实不错，但是我心里还是喜欢王宝钏。哎呀，我说豹弟呀，大哥跟你说实话，那王宝钏是死活不会嫁给你的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我不会死心的。我还没娶到王宝钏，我就有负大哥大嫂对我的期望。豹弟，说了半天，你还是没有说出你真正想要娶薛琪的原因。很简单，薛琪确实不错，但是我娶她也有我的理由，我要让薛平贵遗憾终生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他妹夫，所以不管我对他怎么做，他也会看在薛琪的份上，不敢对我怎么样。豹弟说的有理，魏虎，你觉得呢？可是，如果薛琪知道薛平贵是我们杀的，那他会怎么想？大哥，你放心，薛琪现在以我为重，他对薛平贵已经恨之入骨，他要跟他一刀两断，不为兄妹。老弟呀，这我就更不明白了。薛琪跟薛平贵已经不是兄妹，你还娶她干什么呢？哎呀，你怎么这么笨呢？薛琪虽然不认薛平贵是他哥哥，但是薛平贵一定认薛琪是他妹妹，这两者的关系是不同的。不过豹弟，虽然你跟薛琪已经有了夫妻之实，但成亲的事情恐怕暂时得先搁着，你先把他留在身边，再做打算吧。对了，薛琪人呢？啊，在房间里。那我去看看他。
怎么了，大哥？前2天岳父力荐我去平定南诏，可是左丞相还是让刘毅将军前去，竟然让大哥白白的失去了一个立功的好机会。大哥，如果你真要挂帅出征的话，我希望跟在你身边，将来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的。宝弟，这个大哥也知道，可是你非朝廷之人，我很难安排。可你又是我的亲弟弟，我会全力促成这件事的。我想大哥也不只想当个元帅而已吧？说的没错，你大嫂时刻鼓励我，让我要多出风头，这样可以在岳父告老还乡之前向皇上力荐。我的目标就是当上当今的丞相。所以我要去王宝钏，好助大哥一臂之力。老弟啊，你对王宝钏还是念念不忘。说实话，从大哥入赘相府，我第一次见到他，我就深深喜欢上他了。我喜欢他，是不会改变的。那好，只要我们想办法除掉薛平贵，那王宝钏迟早会忘掉的。到时候，只要我和你大嫂多加努力，那王宝钏迟早还是你的人。多谢大哥成全。小琪，大嫂，小姐，大嫂来看你了。大嫂，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？我想你嘛。威尔哥没告诉我，我好早点去门口接你啊。来，坐坐坐。小琪，你越来越漂亮了。我听说豹弟已经要娶你了。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？我刚一听到这个消息啊，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过来恭喜你。谢谢大嫂。啊，对了，我今天匆匆忙忙的来，忘了带些礼物送给你。赶明儿啊，我就送你一套漂亮的首饰，还有几匹布，让你做几件漂亮的新衣服。不用了，大嫂，魏府这里面什么都不缺，不用麻烦你了。这可是大嫂的心意，你要是不收，那我可要生气了。小琪，谢谢大嫂。大嫂，怎么啦？看到你这么乖巧，就想起我那刁蛮任性的妹妹。你是说那个王宝钏吗？对不起，大嫂，我应该称呼她王三小姐。不用称什么三小姐了，她早就被我爹赶出相府，也不是我王银川的妹妹了。小琪，我听说你对你大哥娶王宝钏也颇有意见，是吗？是，我也不愿意我大哥娶王宝钏啊。那，你肯不肯帮大嫂？怎么帮你啊？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大嫂，你有话就不妨直说啊。小琪，最近你大哥有没有来找过你啊？那你知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？我也不知道，大哥在什么地方。没关系，我会去查清楚。等我查到之后，我会第一个告诉你的。那真是太谢谢大嫂了。对了，小琪，还有另外一件事，大嫂要先跟你说在前头。大嫂，你请说吧。虽然说你跟豹弟实际上已经是夫妻了，但是这成亲的仪式，恐怕暂时还不能举办呢。这是为什么呀？是为了报复王宝钏。其实我心中并不想嫁给魏豹，我想的还是大哥。如果有那么一天，能够让王宝钏主动离开我大哥，我不是就有机会回到大哥的身边了？小琪，怎么样？你想清楚了吗？
好，大嫂，我听你的。我暂时不和魏二哥操办成亲之事。小琪，你真是太懂事了。你放心，以后我一定让宝弟好好补偿你。我对现在的生活已经很满足了，大嫂你就不用担心我了。小琪，你就像是我的妹妹一样，以后你一定要常来相府看我。好啊。薛平贵，只要你降服了这匹红鬃烈马，不但这马送给你，皇上还会封你为神威大将军。不用了，我只希望你守信，放了我大哥他们。那你放心，程副将已经去放他们了。怎么样，薛平贵，可以上马了吗？还是你想多留点时间，对这个世界留恋留恋？生死有命，不需要你魏大将军为我操心。好，那请吧。等等，苏将军，大哥，你没事吧？魏虎，大姐夫，你怎么来了？魏虎，为什么让平贵降服红鬃烈马？啊，大姐夫，正是这两位兄弟撕了皇榜而不去降马，薛平贵自告奋勇为他兄弟解围。此事我已查明，这皇榜乃是被风吹落，与这二位兄弟毫无关系。就算是被风吹落，他们拿皇榜当草纸，那也是有辱朝廷吧？魏虎，这天下不识字的人比比皆是。既然这皇榜已经被风吹落，与废纸毫无差异，你又何必小题大做呢？大姐夫，此事我已禀报岳父，岳父也同意让薛平贵来降服此马。大姐夫，你想过没有？如果薛平贵能降服此马，那他就有可能是神威大将军了。平贵，你怎么想？多谢苏将军为我说话，不过平贵已经想清楚了，我愿意一试。也好，但你要记得多加小心。此马性情甚为刚烈，如果你觉得危险，便要马上脱马。千万不可勉强，知道吗？平贵知道。去吧。幸亏有苏将军在，肯定保上平安。妈，宝马，宝马，我知道，你是一匹宝马。平贵并不想驯服你，我只是想跟你做个朋友，做个好朋友。不知道行不行啊？喂，我只是把你当成好朋友，你别慌，你别怕啊。不知道可不可以啊？盖青，你还真是聪明啊，知道找苏将军来帮忙。当然了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在找你的路上看到苏将军骑马经过，然后我就冲上去拦住他，然后告诉他这件事，所以他就赶过来了。不过大哥，你看，这苏将军好像跟二哥说了半天，二哥还是去驯马了。那我真的上去了啊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上去了。好朋友，乖啊，乖。喂。
担心，平贵肯定没事的。薛平贵，薛平贵，看来你也撑不了多久。等你摔落马下，我就实行你弟弟的第一步，上前假装探查你的伤势，暗中一掌劈死。薛平贵，你自己要小心，不光是你的安全，还关系到三姨妹的终身幸福，你千万要小心啊！你停下来了，我们成为朋友了。驾！魏大将军，现在我呢驯服了这匹红鬃烈马，我们大家可以走了吧？嘿嘿，你这种人怎么能降服红鬃烈马呢？你不会自己看吗？此马已被降服，如今上报朝廷，便可封他为神威大将军。慢着！魏虎，你又有什么话可说？相爷有令，驯马者必须平安地跑出10里路，这才算真正的降服此马。不然的话，不能算降服此马，否则神威大将军也必须去除。这与皇榜所提不符。大姐夫，这可是岳父亲口交代的。如果你有什么异议，可以向岳父禀报。你不要让我太为难了。魏虎，你不要总是用岳父来压我。好了，你们别吵了，那就按魏大将军所说的吧。我也想试试这匹马能不能为我所骑。好，薛平贵，如果你真的能降服这匹红鬃烈马，那你就是我大唐降服此马的第一人。你敢在1个时辰之内来回跑10里路吗？好，大哥，我走了啊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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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加油！我走了，加油，二哥！小心啊，贵哥，小心啊！加油啊！好，那又如何才能见证薛平贵已经跑了10里路呢？本帅要亲自前去。来人，备马。大姐夫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亲自去见证平贵是否平安地骑了10里路。驾！